创业一开始你想象都是很美好的，变有钱很顺利这样子嘛，现实中啦不是这样子的，人是这样子啦，你走到尽头的时候哦，你就会想尽办法做到就对了。那时候剩6个月时间，我一定要卖完，不然的话第一桶金就没有了，所以我就一直换方法，然后就砰，突然间100千了，砰200千了，然后就砰上去了。那时候才18、19岁，就做了这样大的业绩，走路的是抬头挺胸的。但是我跌下来的时候，我就迷茫了一阵子。今天一句话是很好，你的认知不到啊，你的能力或你的财富肯定不到的。那时候就是冲了嘛，然后还想要继续冲，是不是我业绩要再上，我再复制多一个人就可以了？其实那个 game 不是这样子的哦。其实创业是不归路来的，你就是踏上了。它不一定永远在高峰，但是它一定也不会永远在低谷。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就算是你选择的路，你就要走完就对了。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Janice 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是 Janice， 然后今年22岁，02年，我是暖暖跟 Moji 的创办人，今年是创业第4年啦。然后我们也在上个月双11呢做到100万业绩1个月。今年22岁，然后即将迈入第5年创业。这你是17、18岁创业？18岁，对，18岁的时候，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高中毕业，然后大学第1年。可是那时候是 MCO，那时候因为 MCO 嘛，为什么我会创业？是因为刚好那时候 MCO， 然后呢，我是一个很爱赚钱的人，然后我一天是可以打4到5份工，我就是很爱钱就对了。然后就 MCO 就不能做工了嘛，全部老板就叫你回家了啦。然后我就想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要没有收入啊？这样子刚好就是有电商这个崛起嘛，然后我就去报这个课程，然后去上，然后就开始了。也是谢谢我的另一半呐，他跟我，因为他先开始电商的，然后呢他就讲，你都这样努力，你也这样爱钱，这样做么你不要 try 看创业？你一天打5份工，还不如你 focus 好一个事业，然后做到最好。然后我就开始了那时候，所以我第一个品牌是叫暖暖它是一个女性子宫保养品来的。然后走着，明年就第5年了。这样你说你18岁创业啊？这样当时的启动资金是多少呢？5位数。5位数。5位数。那个创业资金从哪里来？你是打工。你是富二代？OK， 我的家里嘞让我吃得好睡得好，就是非常OK 的。只是我有一个性格，就是想要证明自己就是证明给我爸爸看我可以靠自己，所以我是没有跟我爸爸妈妈拿钱啦。创业资金是我真的是血汗钱来的。因为5位数对于我那时候年龄18岁来讲真的是还蛮大啦。简单来讲就是all in了的。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讲，一次吧嘛 ，go big or go die 咯这样子。然后我就直接买那批货回来，然后还放在我房间。我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我父母都不知道。然后就有一个很大运数，因为我货蛮多的，来到我家，然后就很多货，所以我家人就看。这是什么来的，你懂吗？他们就吓到这么突然间这样多东西，然后我房间一般都是我的货，就放在那边，然后他们每天就进来，这个到底是什么来的？然后讲，哎呀，我做的东西对啊，不要管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子咯。然后其实那时候我第1年创业的时候也是没有讲很顺利的啦，因为是这样子的嘛，一定会起起落落，或者是你会有瓶颈，或是。其实创业一开始你想象都是很美好的，你会觉得哇，我一开始创业我一定是会变有钱，然后我一定会很顺利这样子嘛。但是不是这样子的，现实中啦。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的货是卖不出的，你懂吗？因为我的那暖暖茶是非常天然的，它像黑糖红枣姜茶这样子，所以它是不能收很久的，它只能收1年。然后那时候剩6个月时间，我一定要卖完，不然的话我的第一桶金就没有了。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讲。不管了，我死都要把我房间这批货卖完，然后我再打算要不要继续。然后人是这样子啦，你走到尽头的时候你就会想尽办法做到就对了。然后那时候我就try 很多方式 try 换品牌名字。其实那时候我开我的品牌的时候不叫暖暖的，不叫暖暖茶，它是叫黑糖姜茶。这黑糖姜茶你要讲卖贵嘞，不可能哦，外面卖1块不好嘛。然后我换这个品牌名字变成暖暖茶，我外面可以卖50cent一包，我1包卖5块，是人家的10倍对，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发现到，其实品牌
的效应是有在那边的，也做了很多内容啦，是这样子的。如果今天你想要达到那个结果，你还没有达到的时候，你要不停换方法，千万不要觉得好像用这同样方法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我就一直换方法，然后就砰，突然间100千了，然后就砰200千了，然后就砰上去了，然后就换了 office， 然后请了团队，然后就走到明年第5年啦，就这样子。这样 Janice， 当时你丢进去5位数第一桶金的时候，当时你心里的潜台词是什么？印尼咖喱啦，就是这次啦，就这次了，这样子真的是去到完了，一定要做到。那个就是你打5份工存来的钱。对。这样 Janice， 你18岁创业了，那个时候你说你在大学第1年，这样接下来你还要继续读大学吗？其实那时候我读 diploma 咯，然后diploma 的时候，我其实有一边读大学一边创业，我2个一起。可是因为那时候最后一个 sem diploma 最后一个 sem 就突然间可以回去大学上课了，然后我不能嘛，我有员工啊，然后因为我心里觉得很奇怪，如果说我老板呢，还在大学上课，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读的科系其实是 public relation，然后也跟我接下来就是我要 focus 好这个品牌跟我的未来的规划是完全跟这个没有关系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还蛮纠结的。我就最后一个 sem 我就有一个 diploma 文凭啊，可是我就问我自己，心里就在问自己，我要拿 diploma 文凭来做什么？你懂吗？我要拿来做什么？好像又没有用到，就不需要为了读而读啦。然后也是有问我的家人然后我家人也是很无条件的支持我，他讲你想要做什么你就去做，就算是你选择路你就要走完就对了你不会后悔这样子。然后我就辍学了，对。然后到现在有后悔过吗？没有。可是可能我过后比较有空的话，我也是想要拿一个 doctor 文凭还是一个身份在啦，这样子哦。可是目前我是不会后悔，因为那科系跟我没有关系。这样讲你是02年对吗？对。身为00后你会鼓励年轻人创业吗？我会鼓励，非常鼓励那种。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没有 commitment， 你也没有家庭，也没有老婆，没有孩子嘛。then 你想要创业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啊。因为如果过后你可能有 commitment 有家人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创业的，你会很多顾虑你会很多顾虑。But then 你年轻的时候就是 go big or go die 吧。你看年轻人创业是非常好的。你今天可能真的是你的钱真的是烧到完了，你还可以回家，然后你爸爸妈妈还可以煮菜给你吃，你都不用担心睡也不用担心，吃也不用担心。但是你今天可能已经去到30多岁了，你不可能还要讲妈咪可以煮菜给我吃吗？这样子所以我非常鼓励你要创业就趁年轻有很多试错成本的机会OK， 这样可是年轻人他们创业前其实要做好怎样一个预期的一个管理或者是心理准备嘛？因为还像刚才你讲嘛，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嘛。对，我是觉得你必须要够稳了你才出来啦。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是说直接出来，因为我还是有一边读大学，然后跟一边创业嘛，并且我还是有做 part time job 的。那时候我觉得我很给一次过3个地方分身。可是那时候我也是睡眠很够力的，就是每天7点醒，半夜3点睡这样子可是年轻就是可以身体可以这样子。然后你必须要就是真的很有信心你才真的出来吧。那时候我是会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业绩够稳定然后并且我也有团队然后并且非常确定我想要走的路是这条，所以我才敢出来的所以你要创业的话，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是能的，然后你真的可以，然后你真的想要，你才出来吧。所以我是建议，如果你现在是年轻人你就可以一边打工一边做你的 side business 等到你的 side business 真的成熟了稳了有未来了你才放弃你的 full job 吧。太冒险了，太疯狂太疯狂了。对，我是觉得这样子啦是最好的。这样Janice好像我们的听众也是很多年轻人和00后这样他们在收听的时候可能会讲说，哎呀Janice我没有人脉，我没有资源，我才20岁出头，这样我要讲创业，像Janice你身为一个过来人这样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OK， 我觉得创业前期不需要人脉的，我自己这么觉得。人脉是怎样回来的？你有能力你有成绩的时候，你人脉就来了。这是我今年最大的领悟因为以前我会觉得人脉很重要要怎样认识那些人，要怎样认识那些人，你知道吗？其实你不需要特地去认识了，今天只要你有能力大家看在眼里了，
大家会主动来认识你。然后前期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把基本功打好，你想要做什么，跟你要怎样做到，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的目标要怎样做到，你做到过后啦，你想要的东西它都会自然而然来，圈子啊、人脉啊，都会自己来的。只是他们需要找出第一笔的那个启动资金。要开始的话呢，我是这么觉得啦，你先知道这个行业要怎样做先。example 有很多行业嘛 ，F&B 啊、电商啊。可能等等的很多啦，你必须要了解它的规则先，因为每一个渠道、每一个行业的规则都不同，然后还有你要的目标是什么。好像如果你选是我讲 F&B， 可能它一间店它只能赚100千，或者是说它最高只能去300千。你要看什么行业，可能火锅店它可以一个月可以去到1 million， 然后你要问你自己，或者是可啡可能最高可以去到100千而已，那你就问自己你要100千而已，还是你要开分行？你的规划是什么？然后你才踏进去，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跟着那个风口，或者是跟着那个爆品去罢了，开呀，可是不知道你的 end goal 是什么因为每一个行业它的顶都不同，所以你的顶是你想要什么好像很多人可能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设计的，然后设计他的顶是好像他一直每个月要找 customer， 你懂吗？然后顾客可能这次他设计完了，可能下个月不一定会找你，所以他就变成被局限他被局限可是如果这是你的 passion OK 啦，你就 go with it， 还是有很厉害 top one 的看你自己想要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的兴趣能赚钱然后我自己的话呢，能赚钱就是我兴趣那个东西能去到很远，我就做这样子 OK， 就变成你的兴趣啊。对，赚钱是我的兴趣更简单，我很好奇所以你是00后老板嘛，这样你的员工会服你吗？我的员工，我其实有大过我的00啊、97啊都有。那为什么他们会服我？其实是老板这个能力，老板有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今天不管你今年几岁如果你这个老板黑着没有未来，也没有规划你就算今年40岁、50岁，他也不会服你，还会觉得这个老板废了的这样子。所以老板要让下面人服你其实不用讲大过你的人跟你平岁的人要服你也是一个能力来的，对吗？因为你平岁嘛那你要讲呢，你必须要让他看到你的能力跟你的未来，你的公司蓝图是怎样的，这样他才觉得我觉得这个老板跟我理念相同，我觉得我跟这个老板有未来，我觉得我跟这个老板可以见识到更多东西，我跟这个老板我思维上的成长等等，这个才是你员工会服你的。那么Janice，00后创业了，你认为你的优势是什么？我的优势我的优势我觉得我只相信自己，因为不是这样讲就很坚持然后我也是很好学就是不管人家讲什么好，我都是很坚持，我一定可以做到，然后对自己的信心也很满然后我也是非常好学，就是一直去报名课程上课然后看书听 podcast 也是有，就是一直学习就对了。我觉得今天一句话是很好的，就好像你的认知不到你的能力或你的财富肯定不到的，所以学习一定是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这样Janice讲回去刚才你提到你创业的过程起步的时候这样其实你有踩过哪一些坑吗？所以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吗？其实蛮多坑的啦，其中一个坑是贪心吧。OK， 那时候我创业第一个品牌叫暖暖茶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 formula 一定是可以了的，然后我就开发很多 brand，好，就开燕窝开什么眼罩然后开干发喷雾，我开很多，就很多不同的品牌，然后也烧了很多钱也烧了很多钱，因为你要囤货嘛，对吗？然后也变成两头不到岸因为你要 focus 上多 brand你的心思是你要确保你能放全部心思在下面的，然后你要确保你的体系要有你的 SOP 是要稳你才能这样子去复制。但那时候就是冲了嘛，然后还想要继续冲，我们是不是我一交代上我再复制多一个人就可以了？但其实那个 game 不是这样子的今天你必须一样的，你今天又做这个又做那个，又开 F&B 又做电商又做这个话，其实你会 focus 不到，管理不到，除非你已经有很稳的 SOP 跟一个人去帮你管，这样就另外回事啦。但是如果今天还是你下去就是做那个大脑然后去改的话呢，其实你会两头不到岸。所以那时候我开几个 brand 好管到完
现在都是管到完，所以我亏了很多钱在那边。然后我近几年的领悟就是，其实你要把业绩重叠上去要做的东西是渠道。因为今天那个 brand 那个功效和那个群众已经在那边了，就好像我们暖暖茶啦，月经痛的人就是女生然后迟到备孕什么，都是你已经知道它的USP 或者是它的人群是什么，然后它的痛点是谁了嘛，那你就分开渠道去做啊，好像 Shopee 啊、IG 啊、小红书啊、直播啊，你就是分渠道去做吧，然后用渠道去把那个业绩重叠，因为我相信现在啦，就是每个人买购物习惯都不同，好像有些人真的永远打死都会去线下买东西吧，但有些人从来不去线下买东西，那有些人只是在直播下单吧，那又有些人网红介绍他才买，所以他就很多不同人群的，你懂吗？所以你就因为反正他的产品都一样，你都不用囤货啊，那你就开发新渠道就好了啊，这样子啊，这是我们今年也为什么会冲那么快。因为我们去年其实还在低潮，去年的今天可能我的业绩100千都不到，但是为什么我今年可以去到1 million 呢？它是有解剖了一些东西，然后去做好，对，就是渠道。这样讲一讲，在你创业整个过程里面呢，所以刚才你提到了嘛，就是你一开始可能走一些弯路，你先做对了，然后你开始去扩展你的那个不同的variation 的时候，囤了太多货，就发现到其实那个不是你要的方法。慢慢去找到你的一个answer，就是去扩展你的那个渠道，不同的渠道。这样除了这一个方面之外，在你创业过程，你还有学到哪一些你觉得最重要的 lessons？我觉得人随着经验去 go through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人要一直变善变，不要太固执不要太固执，因为很多人有时候自品牌嘛，毕竟是自己的品牌，他会舍不得，对吗？其实在我去年的时候很多人叫我关掉暖暖，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太普通了，其实这个产品就是一个黑糖姜茶，他就是换个名字叫暖暖茶包，然后给我卖到这么好啦，之前的时候他就是太普通了，然后就变成很多 competitor， 在前年的时候吧，很多 competitor， 然后那时候也是低潮期啦，然后很多人叫我放弃这个 brand 去帮人家做 marketing 吧。为什么？因为他讲今天你的这个品牌都不能赚钱，怎么你还要坚持？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还蛮固执，就是觉得我不舍得嘞，这是跟了我3年的品牌，那时候3年了嘞，那我要放就放咩？可是我到今天还没有放啦。可是我讲，我有去升级它，把我们最新配方还没出来。然后我这个 lesson 就是说，你要善变。虽然我现在还是很固执，我还是有收着那个 brand， 可是同时我也去想，我要怎样再去进步，我要怎样去找出口这样子，我就是跟我自己讲，一定还有别的方法的，不一定要放弃这个 brand 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另外一个品牌就是 Moji 然后这是我们去年的转折点，对。然后这个 Moji 呢，其实也是因为我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经验嘛，我知道要怎样选品，然后我也知道顾客喜欢怎样的产品。好像我们 Moji 其实有很多你有去解剖的话，你会发现到它其实很多强点。第一，它黄色，然后第二，它是来自韩国配方。第三，它是美白防晒，然后全身可以用了。还有就是你其实在市场上求你就知道它的规则是什么，然后其实重新出发的时候更简单更快。所以你必须要善变在这条路的时候其实 instead of 讲说去，当然你还没有放弃之前我还没有放弃，还在创新着了。对，同时你可能要跳出来去看，可能有其他的方式。对，有其他方式。对，还有就是多去跟人家交流，我觉得交流非常重要啦。就是可以，其实随便一个谈话吧啦，你就可以知道，你应该怎样做，因为毕竟他们是有经验的人是所以在这个转折点的时候，你必须要放下一点点的固执，然后再去想还可以怎样去做啦。然后也是要重新放低自己的身段，因为我其实还蛮骄傲的，以前的时候，因为毕竟年轻嘛，那时候才18、19岁就做了这样大的业绩，走路都是抬头挺胸的。但是我跌下来的时候，我就迷茫了一阵子不那时候真是很迷茫啦，因为没有想到创业，因为其实创业是不归路来的，你就是踏上了，它不一定永远在高峰，但是它一定也不会永远在低谷。只要你愿意跳出那个框架，放下你的面子，你可以重新再来的。
然后 Moji 就是我重新再来的新的一个 baby 这样咯呀，然后放下身段，跟谦卑的去跟每个人学习，不管是大过我的还是小过我的，还是比我厉害的比我差的，我都是放下身段去跟他们学习，就是去问他们这样子。那时我有很多东西要问你啊。我先来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在选品上啊，我相信很多在收听的年轻人啊，他们可能也是要创业，可能他要做电商。这样觉得你是根据你选品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规律，你是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吗？OK， 选品的话呢，我觉得我自己有2种人，一种是喜欢爆品，一种是喜欢常青，但是我很贪心，爆品加常青。因为我们Moji呢，其实它就是爆品，但是还是常青的产品。为什么？因为美白产品一定是爆品啊，它就是一用就白然后常青是为什么？我加了防晒下去，那防晒是每个人每天都会用到的所以这样子哦。那选品的话呢，我觉得常青非常重要因为我也相信每个人也不想要一直重新的开始吧，很累希望选了一个产品，它可以走这长长久久，这样你必须要懂这个规则咯。因为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选品之道，我自己是在电商那电商的话，我的经验就是你必须要选一个常青有复购率的产品。那你要去想，你这个产品可以复购吗？那最重要的是效果效果一定是要第一。不管你不要因为 costing 然后你去放低你的产品效果，这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 brand 一出去，你就是顾客就知道你的产品quality在哪里了的，所以产品效果一定要放低，怎样都好然后其实我们包装也是有下好功夫啦，你可以看我们包装会比较高级一点的，比较贵一点，看起来就比较贵一点。然后其实包装就是可以用在卖家那边，如果你的包装够高级、够贵、够atas的话，你就可以卖贵一点哦。当然你的产品效果还是很重要啦然后你的产品功效吧你产品功效的市场大不大？对。那如果说好像你的产品市场，好像你选一个狗的产品，我不会讲狗的产品不大，可是养狗的人就这样，喜欢狗的人就这样它可能最高每个月可以去到100-200千罢了。你知足吗？你知足就 OK但是我不知足啦。对，所以就这样子哦。我觉得选品，第一，要么就是你要选一个常青复购率强的产品；第二，你要选它的市场够不够大，它可以去到多远。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秘诀不知道可以播吗？就是我会买人家的 SSM， 然后看他的 BNL， 他到底赚多少钱然后我才去选我到底要不要出这个产品。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简直就是你做事情，它不是讲说运气哦，其实你有做很多功夫在后面。对，毕竟我跌倒过之前比 After Nona 才我出了那么多产品，我亏了差不多6位数我亏很多钱呢。所以而且我跟你讲，我出Moji我真的是最后一桶金我公司最后一个储备金要么 all in， 要么 go die 知道吗？那时候又在 go home 又在 go home 了。我就是我跟你讲，人真的是你去到一个尽头，你真的是会 come back stronger 的。所以我真的很谢谢我每一个经历啦，也是其实每一个低谷或者是现在低谷的你们你们要谢谢你们低谷，因为低谷就是让你重新爆发最强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了的，你会想尽办法做到，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只是你要不要那时候就最后一笔钱在我公司我投下去，要么 go big， 要么 go home， 所以一定给他 big 不可以你懂吗？所以我就每一个细节我都会去解剖好，产品包装、产品的颜色、产品的功效 ，everything 我们都是一定要100分，一定要100分，最后一次机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出爆，bam就可以那么快啦。所以成功的背后就是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对，真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极致，才可以越来越好。Janice， 来我们聊一聊一些关于个人你的 MBTI 是什么呢？ ENTJ。可是我不相信这个东西啦。可以了吧？OK， 因为我觉得自己啦，跟这个性格测试什么关系？难道那个性格测试 report 出来，你就要成为那样的人咩？他讲你这个人很不乐观，那你就要不乐观咩？我不相信这种东西。可是我朋友逼我做的，因为现在很流行嘛，这个东西对吗？他们就讲，你做啦，我不要做。他们就拿出那 question 来选，然后我就被逼做出来了，这样子哦。而且你是想了解一下，像其实你从小你会觉得自己跟同龄人有什么不同之处比如你跟你的同学裤子
哦，好像啦，我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哦，我就是老师叫我做什么就不要做什么，就是要反调就对啊，唱反调。就是我自己很有自己的性格啦。可能讲说，可以说是你很清楚自己的想法吧。是，我就很清楚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我想要什么这样子，所以就人家建议我或者是给我意见的时候，我就会不听。这也是我在这个过程有领悟到的啦，有时候还是要听啊，有时候还是不能那么固执，人家给你的意见还是要听了因为瓶颈的时候也是很多人给我意见的，可能叫我暂停啊，还是怎样啊，什么什么，可是我还是很固执啦，还是想要把我的之前那个品牌做好。然后，可是有些建议也是很好，你可以同时做，然后再同时去想看你还可以做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去听哦。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我领悟到一个道理是，你要有自己的分析能力。不是所有东西人家叫你做你就做，或者是你的前辈给你建议都好吗？你都不一定要跟了，你要去想这东西适合你吗？或者是说，你必须要去想这个东西对还是错因为你要有自己的分辨能力，不是说他叫你做 A 你就做 A， 叫你做 Z 就做 Z。好像你现在已经是经济困难了，难道他讲一定要创业丢10千出来，你就真的要丢咩？你要去想对，所以要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哦。不是所有建议都必须要听啊。对，你要自己过滤一下，需要去过滤，然后看适不适合自己，应不应该，还有你自己想要是什么。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毕竟很多人呢，他因为现在我们讲说很多建议嘛，你 online 到处看到有人给建议，那个东西是不是适合你，只有你自己知道。对，你必须要去经过这个思考的过程啊。对，你必须要去思考，到底你是要这样子的嘛？你要去分辨咯。这样Janice讲回去，刚才你提到你创业过后经历了一个低谷，说那一个经历是怎样的？然后你是怎样走出来的呢？我那时候创业第2年的时候就做到还蛮不错的成绩了嘛，然后就想要更好哦，就是当然大家都想要更好，然后就到处去上课上课是好的，但是你要会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啦。那时候我就上了很多课，然后老师教什么我就改什么，就是模式我就改，他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啦。但是其实可能跟我公司是不适合的。就好像其实你要看你在什么阶段，好像我才创业初期去做什么股权去做什么你懂吗？根本不适合我，可是可能到了第7年第8年就适合了。所以你要必须知道你现在在什么阶段，然后你该做什么跟不该做什么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乱改我东西，改了过后团队就离开因为怪嘛，就是那模式不是很适合，然后也这样子团队离开过后，我就开始迷茫我是不是做到不好这样子。当那个老板那灵魂人物迷茫的时候，这样你下面人也是会跟着你 blur 的，你懂吗？然后那时候我迷茫过后业绩就跌，我又更迷茫你懂吗？然后就整个人好像神不入侵是这样子讲嘛？那个反正就非常的迷茫就对了啦。然后我下面的人也是 lost 不因为你的领导你的灵魂人物都不知道要走哪一个方向的时候，你下面人更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那个灵魂人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必须要跟你下面人讲你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可能跌入低谷的时候，还是业绩不好的时候，你必须要更快的想出方案，这是老板的责任就是你的蓝图你的规划，你的每一步啦，其实都影响着你下面的人。所以老板的决定是还蛮重要的因为它不是影响着你吧，是你的公司，是你的团队的未来。那个时候你是怎样走出来呢？那时候我去旅行OK， 那时候我去旅行因为就迷失自己嘛，那时候其实很想要放弃，真的很想要放弃。我就跟我自己讲，倒不如回去做工就好了啦，做嘛这样辛苦？其实创业你们想象中是很有钱很美好，因为你们看到的都是大家好的一幕吧嘛，人家不会把不好的一幕发出来了，你懂吗？那大家也是以为我很好，但是我其实不好，你懂吗？因为你迷茫的时候，你哭的时候，还是你崩溃的时候，你不可能发朋友圈嘛，我在哭，大家都是我买车，我买房子，我去拿奖什么这样的嘛，都是这样，所以你看到的画面都是好的。那时候我迷茫的时候，我就
去旅行啦，然后人家就觉得哇，还可以去旅行哦，感觉好像越做越好这样子。但是只有内部人才知道，哇，然后业绩公司业绩一直在跌，然后老板还可以一直去旅行的啊，这样子哦。可是也是去找回自己啦，因为那时候已经是低谷了嘛，然后就去找回自己，去跟自己和解，对，跟自己和解，然后去探索，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真的要放弃吗？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很感恩我的团队哈，我很感恩我的团队那时候还陪着我，因为其实那时候公司业绩跌的时候，团队收入也不高啊，但是他们还是愿意留着，所以他们其实是我最大的动力啊。因为我心想哦，我今天如果真的关掉这公司放弃的话啦，他们怎样？因为他们还为我不读大学，为我不读大学，你懂吗？然后为我跟可能家人吵架，因为其实。讲真的啦，你换位思考啊，你老板是00后啊，你觉得你爸爸妈妈相信你老板吗？你懂吗？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的挑框思维吧，还是怎样啊？这样讲，反正就是你的父母啊，你员工的父母也会怀疑你的老板哈，但是我团队还是选择相信我，跟着我，然后我就自己跟我自己讲，今天哦，团队都没有放弃你，你凭什么放弃你自己？对吗？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讲，一定死都要重新来过。其实人不能重新来过啦，都是因为放不下面子吧。因为我那时候自己也是这样子，我就跟我讲，哇啦，我已经很久没有做项目啊，你还叫我回去开关广告，你懂吗？你叫我回去写文案，你懂吗？我就是这样子，我想，哇啦，林北去喝茶了，还叫我去写文案，你懂吗？那时候我就这样子的心态，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讲。今天你必须要放下你自己的面子，你才能重新开始，你知道吗？你能做第一次的这个，怎样讲？我一直跟我自己讲啊，你能做第一次，你不能做第二次咩？我不相信你不能做到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讲，我一定要死都要做到，然后放下面子，重新去跟团队 ，Hello， 文案怎样写啊？广告怎样改啊？然后顾客怎样成交啊？我就变成重新就是去摸索全部细节。然后重新整顿，然后重新做起来啊，就这样子做到了。因为其实那个灵魂人物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这个老板啊，你老板就是这个公司的未来，你知道吗？因为老板神魂不入啊，你公司根本就是不可能起来的。那时候我回来过后啦，我就跟我团队讲，我目标不大啦，1个月1 million不了，从100千1 million，他们眼睛就。你懂吗？怎样哦？我想可以的，我们可以做到的，能做一次就能做第二次这样子。然后我就，当然我也是真的是不是画饼吧啦，我真的也下去跟他们每一个细节做到最极致，文案，然后照片、品牌概念包装、功效，然后 everything 我真的是亲手下去看到完那一定可以的。你老板愿意下去的话，全部东西一定好了，因为你懂吗？老板自己要比团队更想要你团队才会想要你不用 expect 你老板不要，然后你团队还比你要，不可能的。所以老板这个灵魂人物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我回来过后我们就成长很快哦。毕竟老板跟员工思维还是有差别的，老板会看破问题，然后去想新的出路，然后员工只会解决问题或者是做好问题吧。所以我回去过后啦，我就发现很多细节，很多问题还没有做到很好，改过后才会慢慢走到今天了。所以我还是一直跟自己讲不要飘，还是要下去去看他们的问题了。当然老板也不能一直在做这些东西啦，你这样做的话，你的公司很难发展所以下面的 SOP 一定要设定好，然后你才可以去下一步。我以前就是太年轻啊，不懂事啊。OK， 我做到了，你们做，可以拜。我就去想做什么呢？想着要退休了好笑那时候，真的是太好笑了。我19岁就讲我要退休了，给我团队做，我真是太天真了。那其实那时候连体系机制每个细节都没有做到最好，我就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不能的。所以现在我就是把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系统、每一个细节都是设定好了过后，我才敢去下一步。这样子因为老板怎样都好，还是要跳出来去发展的。你好像经历很多东西人家3年经历了人家10年的事情。是。然后人家讲什么20到30岁是最好的探索嘛。我不小心已经探索去了。哇，坏
我这样子讲话。OK， 这样简历上，除了你刚才提到那的比较迷茫的时期了，就是可能低谷嘛。这样其实我发现很多事，除了那个阶段之外，其他时候你好像都不迷茫哦。我们看很多年轻人，可能他们可能18、20岁或者20多岁这样子，可能他们还在摸索当中，他没有你走得快啊，他们还在摸索当中，还在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样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我的建议是多尝试吧，因为今天只要你多尝试，你就知道你喜欢什么跟适合什么。你不用把自己锁死在一个框了，什么行业你都可以去尝试，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适合什么。因为其实迷茫是很正常的啦，因为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哈。但是我也是很生气迷茫的人了，因为你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你 expect 老板会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懂吗？有时候人家来 interview 的时候啊，我会这样骂的，你懂吗？其实我喜欢这个，我也喜欢这个。那我就问你要什么，你懂吗？我是很现实的人呐，就是很真实哈这样子。然后其实就是多尝试吧。然后如果说你的目标很明确，你只是要钱的话，那你就去做 sales 吧。做 sales 一定是最快了的。而且反正我觉得做 sales 可以学很多东西。因为你必须要懂怎样成交，然后你必须要懂话术，你必须要懂得做人等等。所以如果说你不懂要做什么时候，我觉得我很建议人家一出来就做 sales， 你可以学到很多，成长很快而且有钱通常就不会迷茫啊。对啊，所以那个时候你迷茫是因为钱不够。对啊，对啊。就是我最近也是有看一本书还是讲人为什么会有动力跟没有动力，都是因为结果。你今天会想要做一个东西，都是因为那个结果。好像我们人，好像我很喜欢运动其实是因为我喜欢我身材好我才去运动。我不是因为我喜欢运动，我是因为想要身材好。那其实一样你今天想要什么？好像很多人赚钱是因为去环游世界嘛。然后你环游世界要什么？要钱这样你就一直想你要环游世界就好，那你就自然而然有动力了。对。然后通常人家会迷茫，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的结果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你懂吗？因为可能他也没有 dream car， 也没有 dream house， 也没有 dream country 我这么要努力，你懂吗？他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努力，因为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你今天讲我要买 Porsche， 我要住 bungalow， 我要去马尔代夫玩，这样你就有一个目标你有目标过后，你就知道你要赚钱，你就知道怎样可以快速赚钱。你知道怎样快速赚钱，你就知道什么行业可以快速赚钱。然后什么公司给的钱比较多，那你就自己不会迷茫对。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与其想说现在应该做什么，不如先想你要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结果想要什么，然后那一个结果可能要付出怎样的一个代价。对，以结果为导向。这样讲意思刚才你提到一个，就是可能他应该去 try 不同的东西年轻人。这样来是一个年轻人他要去转换跑道，可是他害怕失败。所以that's why他没有去踏出那一步。这样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我觉得不要随便转换渠道吧，我自己是这么想因为毕竟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我非常认同。你今天在这个行业5年10年，然后你再突然间跳去另外一个行业，你一定比不过人家的可是除非你的行业是真的很够力啦，就是没有未来那种，这样你就必须要转换不能太固执。但是如果说你是这个行业是有潜力的，它的发展空间是有的，它是一个蓝海市场化，这样你就不要放弃啦。这样快放弃这么？你都还没有时机未到吧吗？有时候你的目标做不到的时候，都是因为你没有找对方法。我很相信一句话就是今天你的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目标还没有到，都是因为你还没有找这对的方法所以我一直跟我团队讲，不要用这同样的方法expect 有不同的结果，你知道吗？你一定要换方法的，这个方法不能你就换你一直用一样的，你要怎样？你跑步是这样子，然后你是慢跑，然后你 expect 你可以世界冠军，很好笑你懂吗？所以就你必须要换方法啦，可能换个包鞋啦，换个跑的姿势啦，怎样锻炼这样子嘛。这样讲意思刚才你有提到一个 point， 就是在于一开始不用这样注重人脉，等你有实力，人脉会来。这样其实在你目前的阶段，你觉得圈子重要吗？你是怎样去开拓圈子呢？圈子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你在一群优秀的圈子里面成长的话呢，你怎样都好，你会提高你的标准。因为我最近就是认识很多优秀的女企业家，然后他们就是
审美超好 ，branding 做到很紧，哇老诶，就是你上门朋友你都不能输，你的品牌还是喂 upgrade 一下包装 ，upgrade 一下这样子。这个就是圈子的重要哦。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这群朋友，可能你也觉得哇，这个包装还是很美这样子，所以那个圈子可以让你越来越优秀。如果你在对的圈子里面，然后你刚才问我要怎样去认识这个圈子的话嘞，其实我认识他们也是因为我自己已经做到有成绩啊，所以人家才看到我但是有很多方法。可是我觉得比起你做到的成绩跟人脉的话，你先做到成绩先。因为今天就算你有这群人脉，你没有结果的话人家不会理你的。这是很现实的嘛。我也没有时间跟你讲一些薄薄的东西嘛，还是要看到你几厉害，然后我才跟你一起交流这样子嘛。所以我觉得圈子很重要啦，因为毕竟你在一个1000万的圈子里面，你也是一个1000万的人你在100万的话，你在100万。可是我是非常喜欢我宁愿在第一班做最后一名，我都不要在最后一班做第一名。当我已经做到100万的话，我下一个圈子就要去1000万了。我做到1000万的话，我就要去更远了，不然的话我很舒服在里面。对所以我就一直在努力咯不用特地去找人脉啦，你自己今天有成绩过后，人家就会看到你啊。这样Janessa，刚才你有提到，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上了很多课程嘛，这样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课程，这样其实你会怎样去建议年轻人去筛选这些课程呢？分阶段吧，看你现在需要什么。因为你现在可能才初创公司嘛，那你不需要去学什么股权也不需要学什么模式你先搞好你自己的营销，搞好自己的品牌要怎样做就可以了的。你一步一步来，不急的，就先学好你的产品要怎样卖出去，最基本的嘛。今天公司要有业绩要怎样，就是有钱，就是有人来买你的东西，买你的服务，买你的产品，或者是进来你的店嘛。那今天你都不会做这个东西，你就不用去想要怎样分权，什么模式，什么 franchise， 不需要，一步一步来先。等到你把这个业绩做好过后，你再去下一堂课这样子上课是好的啦，只是要分阶段。因为我那时候上课什么都上因为那时候可能我还不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去上，我就觉得很多咯，所以一步一步来。其实也不一定要上课的，你也是可以去买书看，或者是看 YouTube 看 podcast 也是其实 OK 了的但是是这样子咯，如果你舍得去上课的话，你就是可以更快啦，因为人家直接把他方法直接讲出来了嘛。但Janessa，如果你讲到看书的话，你平时也是有在看书吗？对吗？有没有什么书是你觉得对你有很大帮助，你想要推荐给年轻人的吗？其实我第一本是《穷爸爸富爸爸》，好像全部人的第一本都是这本书那时候我看了这本书过后，就是很想要投资。他的书 more on 是讲投资的，可是为什么我突然间去创业？因为我没有钱要讲投资你懂吗？所以我本来先投资先了，投这我都没有更多钱了，我要怎样然后我就开始去创业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可以给到很多人启发。所以如果说你可能现在很迷茫，你先读这本书先。这样Janessa，这样你本身00后嘛，所以你公司有很多00后，这样你怎样去看待00后的工作能力？你觉得他们有什么优势呢？哇，这个很敏感分2群人OK， 要么很拼，要么真的西北欠打真的哇！虽然我也是00后啦可是有时候我被这00后气到完了真的，我有时候都不想要讲我自己是00后不然人家就会对我有一个既定印象就哎呀00后都是这样这其实有分2种其实是看人的性格，你懂吗？但是我很赞同，毕竟我们00后是的确幸福，因为吃穿住都不用烦，所以他们开始就是比较舒服但是还是有一群愿意拼的00后的但是前提他是不迷茫，然后有目标、有结果、有梦想的人他才会去努力或是有动力。那些迷茫出来就找工作他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努力然后很好笑的 interview 就会讲我要4000块，我要5000块，你才 fresh graduate 没有经验，你跟我要求这样多，你以为你是谁？你懂吗？有时候都是很生气的。然后 OK 啦，你敢开我就敢请你进来什么都不会做，然后还要气死我，然后还要 work life balance， 哇，真的不能。虽然我也是00后这样Janessa刚才你提到就是一个很多人
都很在乎一个东西叫做 work-life balance 啊，年轻人啊。所以这样Janice啊，你创业肯定压力很大嘛？你是怎样去 work-life balance？这个有点冲突啊。我是旅行，OK， 我算是 work-life integrate 吧。OK，work-life integrate 是什么？就好像我可以旅行的同时做工。work-life balance 就好像他回到家不能做工了的，他一定要 shut down 他的全部工作东西，然后他一定要看他的 CBO， 他的什么什么，哎呀，反正就是回到家不能做工的人哈。但是我是 work-life integrate， 因为我每个月可以去旅行，你懂吗？可是为什么公司业绩还可以 maintain 或是突破？都是因为 work-life integrate 咯。因为我老板都是这样啊，高压工作环境，你必须要平衡，你懂吗？你必须要平衡。如果你没有平衡的话，其实你有一天会爆发的。是哈，所以我自己的平衡方式就是去旅行哦。可是前提是哈，我经常旅行的同时，我还是可以在旅行的时候工作，我才可以做到这样子啦。如果说我去旅行关掉工作的话，是不可能的啊，要取舍咯。但是因为我们这种高压工作哈，你必须要平衡。好像有些人会讲，哎呀，这么你一直去旅行了，可以的咩？这样子你公司可以的咩？啊，前提是你要处理好全部东西，然后你公司要有体系，然后你的人是能相信的，然后你的人也是你可以交东西给他做，然后他可以完成到很好了，那就可以啊。而且因为我们有 KPI 制度嘛，所以就全部东西他们要钱还是不要钱是他们的事情哦。但是我们公司文化也是这样啦。拼的人就都是 fighter。如果我的公司有 work-life balance 的人是不能的啊，因为我们就是回到家还是要做工啊，对，所以时间是自己安排的啦。如果说你想要让你的公司业绩成长的话，你必须要放多一点时间在你的公司哦，是吗？好像人家讲你的时间投入在哪里，你的结果就在哪里啊，我是非常认同的。对，可是虽然我也是每个月去旅行啊，可是我在拿捏，我都是在拿捏。因为我能做到就是旅行时候工作啊，可是看个人哦，有些人不能嘛，有些人觉得哇去旅行还要工作不能啊，可是我能啊，所以我才可以每个月去旅行哦。就是想要怎样的结果，就应该要 expect 要付出怎样的一个努力。对。这样Janice，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事业成功运气占很大的比例，就是如果你出身不好啦，再努力也没有用，你怎样看呢？我觉得不要认命啊！难道你的家里穷，你就下辈子也要穷，然后你孩子那一代也要穷，你要这样认命咩？我是觉得命不由天由我，命不由天不由不，讲啊，命由我不由天啊！对，所以你必须要懂这个东西，然后你才能跳出来。因为很多人他们会认命，你懂吗？他们也有可能他们在那个原生家庭，然后也有可能他们在那个环境成长，他们就会觉得，哎呀，我一辈子都不可能驾好车，一辈子都不可能发达，因为我的命就是这样子，我出生在这样的环境，我不可能发达。他们会有这种思维啊。可是其实今天你愿意去改变，愿意不相信这个东西，你是有机会的，一定有机会的。每个人都是有成功的机会，是你要不要罢了。当然啦，你出生在比较好的家庭，吃穿不愁，然后你就可以勇敢一点，可以大胆一点。但有些人的环境就是可能他还没有出来，他还没有中学毕业，他就必须要帮家里人供什么东西这样的确会比较难一点。只是你不要认命啊，你可以改命了吗？命是你自己的吗？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啦，然后去改变然后去努力啦。你也不要好像 expect 整天拜拜，你就会有一天发达，还是要努力的。就是先从打破信念那边开启。打破信念，真是要打破你自己的信念。还有就是如果你原生家庭不那么富有的话呢，你就不用听那么多他们的建议啊。因为如果他们的建议是好的话，他们就不会在这里啊，他们就会富了，你懂吗？所以你要跳出那个思维。这样上我们看很多人他们打开 social media 就会看到很多同龄人好像在开挂样子就是轻易就月入过万了。比如00后又做7位数这样自己会感觉好像停滞不前，很压力，好像很失败这样。这样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其实月入过万你嘛是可以 post story 讲的，只是真的假的不知道吗？是不是很多那些做 property 保险微商都是讲月入过万，可是真的假的不知道可能是业绩吧，不是 net profit， 你懂吗？
所以你不用去羡慕别人了，就是每个人花期不同。难道我今天跟你讲，你做 property 就可以月入过万，那你就真的想要做咩？是你想要的嘛？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就去啊，人家都讲他月入过万了嘛，你去进去看看能不能月入过万咯，是不是？他都给你方法了。可是有时候不是说讲是你想要嘛，你想要这份事业嘛，是你适合你的嘛，所以每个花期不同啦。我就觉得你就选择自己喜欢的，然后有未来的最重要是开心吧。可是我觉得有钱就开心了。这样 Janice 刚才你提到讲说未来啦，这样你认为在现在的马来西亚大环境之下，年轻人有什么机会是他们可以抓住的吗？我还蛮认同一个东西是风口，就是抓住风口这4个字，你真的是要抓住风口，你其实会比人家少努力几年，这是真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抓到电商的风口，所以我就是少努力几年，然后很快上来这样子。但是抓到过后，你要想的东西是长青因为有些风口是爆品，就是一下子砰下去了嘛。但是第二步你抓到风口的第二步就是长青，你这个风口能不能长青，还是你能让这个风口变长青嘛？这样子，这才是企业的长远之道吧？这样子哦。这样，如果年轻人他们要成功的话，你觉得最重要的3个数字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是信念先吧，你要相信自己，你先要相信自己 before 你开始 everything， 你要先跟自己讲我是可以做到的，要比任何人还相信你自己，比你的爸爸妈妈，比你的另一半还相信你自己，你就可以了。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除了相信自己，要行动哦。不是白白的，就是我可以的，你还是要去行动啦。要怎样做到？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下一步是什么？你自己的那个行动是非常重要的。第3是坚持哦，因为很多人都是败在坚持啊。很多人以为就是说，成功真的只需要1年，还是成功只需要几个月？你慢慢等啊，我也是5年才上来了，对吗？就是你必须要就是去坚持，然后去想要怎样可以做到更好而不是盲目信念吧啦。但是信念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这样谁会相信你？你自己都不认可自己也觉得自己不能做到你根本是不可能做到，所以你的信念是要非常大。那我自己有一个优势，就是我比任何人还相信我自己就是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也是有行动再配上坚持所以我才可以走到今天。这样 Janice 想问你你觉得年轻人留在马来西亚还有前景吗？比如你作为00后，你是怎样看待马来西亚的前景呢？我觉得马来西亚很多机会耶，很多东西没有进来过，你懂吗？你不知道的话，你去外国走一圈，然后你带进来，你下一个富二代就是你然后反正你00后一定是在马来西亚有机会的，你要么创业，要么做一个公司的高层一定有机会的。然后你选对公司啦，一定有的我就觉得能在自己的国家成功，不是更好咩？难道你要离乡背井你的家人很可怜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还蛮幸运的，因为我就在槟城，我家人也在槟城然后就可以陪伴家人，同时又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生活但是你自己要，因为很多人会想要去新加坡赚3倍嘛，但是你真的要在新加坡留着嘛？你真的是你想要嘛？你舍得放弃你的家人嘛？因为很多人他们去那边拼10年就回来过重新开始，还不是一样？你有了那笔存款，然后你少了陪伴你家人的时间，你真的想要吗？要问自己马来西亚还是有很多机会啦，要选对公司，要选对行业。这样 Janice 最后了，这样有些年轻人可能现在在处于职业或者是事业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就是他们在做着人生重要的一些抉择。这样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 OK， 我自己觉得每个决定都会影响你的未来，你不觉得很恐怖吗？今天你一旦选到去外国做工的话，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是其实每个决定都很重大的，所以不要轻易决定任何一个事情，你要去想一下你的未来，而不要看到眼前吧。你那边成山我就去，可是其实那个真的你想要吗？你一去你就去10年了然后你爸爸妈妈都越来越老了所以每个决定都非常重要，所以你必须要想清楚啦。可是也不要想太久，因为想太久就不会去做所以就必须你给自己一个时间，给自己和解，然后去想我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就知道你自己应该做什么。